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去年也有上过我们节目批准保德信的基金经理人陈顺金陈协理，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批准保德信大中华经理人陈顺金，很高兴今天又再度来到589操盘笔记，和 Judy 跟各位投资人分享投资的心得。那请问陈协理今天要带什么样的经济指标介绍给我们的投资观众呢？好的，在最近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投资人对于公布的一个经济的数据，其实常常都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呢，他们知道这些经济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在投资上做一些应用。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告诉投资人怎么去解读这些经济数据，或者是说在这些经济数据来看的话，能不能发现一些投资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就先从景气对策讯号开始好了。那我们首先看看，就是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之前有来问过，他说他不是学商科的哈，那常常在报纸上或者听别人说，景气好或景气不好，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感受到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那个经济指标？我们请陈协理这边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好啊，当然有。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今天是要来讲景气对策的讯号。那政府来看的话，它其实在每个月底的时候都会公布景气对策的讯号，这是大家最快可以就是每个月都知道景气好不好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图卡来看的话，其实景气对策讯号政府的拨置的方式呢，其实就非常的人性化，就像大家平常在路上可以看到的红绿灯一样，它也是用灯号来编制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说，上面有红灯，红灯就代表要小心的意思嘛？对，我们这边有说明到说，它就是代表景气过热那也有绿灯就是代表可以通行。对，它就是代表景气的稳定的状况。那跟红绿灯比较不一样，它还有所谓的蓝灯。我知道，代表忧郁。对，蓝色就代表忧郁，所以它就是景气低迷。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蓝灯的话呢，就是知道你可能心情或不太好咯。那我有疑问，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蓝灯咯？我们现在最近是蓝灯没有错。大家有没有看到说，其实中间有两个叫做黄蓝灯跟黄红灯这两个灯号，其实大家红绿灯应该只有看到3个吧，但是政府编了5个。那就是代表是说呢，它是一个注意性的灯号，就说它可能会从蓝灯就是景气低迷，或者是说到景气稳定的绿灯，它不是那么确定，所以政府呢就编了所谓过渡性的2个灯号，就是黄蓝灯跟黄红灯这样子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平常政府在公布来看的话，就有5种的灯号，所以大家记得刚刚你讲很好记了，就是绿灯就是可以通行，表示景气的稳定。那看到蓝灯就知道是一个忧郁，就是景气的低迷。看到红灯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很热络的情况。那当然它就是用分数来编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相对应的分数。那请问就是说，那我们在景气对策讯号我们要怎么运用呢？刚刚有讲到有黄灯啦，应该说黄红灯，然后呢有红灯、有绿灯、有蓝灯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在绿灯的时候来看呢，看到说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景气稳定的状况，所以在绿灯的时候就是很好找寻到投资的机会。其实大部分产业都是不错的状况。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讲到是说红灯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红灯来看的话，它可以代表是一个比如说景气一个过热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可能不要想说景气过热是不是很好，但是不错，但是如果过热太久来看的话，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实政府呢他就会担心说是不是现在好过头了。所以大家可能在想说，你在投资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很容易碰到一些泡沫状况，那可能就是大家要投资比较小心啦。大家不是说因为政府它可能之后就有些让景气不要过热的一个政策，所以呢红灯是代表过热，那可能会出现一个泡沫。这时候你要进场投资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一个风险因为它可能呢会继续的产生泡沫，那可能会继续上涨，但是呢之后下跌的速度可能也会很大，这时候呢又要特别小心了一个情况。 OK， 那我们谢谢那个陈协理对于景气对策讯号这个地方先给我们一些初步的认识。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看投资人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他说我现在已经初步知道景气对策讯号的那个灯号怎么运用的，那请问最近5年台湾的那个景气对策讯号它表现的是如何呢？好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近5年的一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在
前面的几年来看的话，黄蓝灯或者是绿灯，但是都没有到代表景气一个衰退的蓝灯哦。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来投资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找到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绿灯的状况来看的话，其实代表每个行业情况普遍来讲都不错，所以你就很容易找到各种的一个成长类型或成长股。这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发现你就会是一个少年股神。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说，在红灯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它其实是从绿灯一路上来到一个红灯，所以它从景气的稳定到一个过热情况，这边就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容易出现。那因为整个景气是循环的，所以到后来红灯到绿灯到蓝灯下来看的话，大家的感受就会特别的一个深刻，好像说从一个很好很热的状况到一个稳定的状况，在一个衰退情况，大家的感受就会特别的一个深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这跟最近来看的2022年以后来看的话，其实台湾的是从一个很过热的红灯，然后到一个绿灯，甚至到去年底的时候，到今年初的时候都是到蓝灯哦，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这也可以说明，就是说从2022年那个1月开始的话，台湾加权指数往下走，而且下跌的速度非常快，其实就代表一个那个景气从一个过热，然后到后面因为受到升息的因素，然后逐步的往下做一个衰退的动作。所以这么说，我们看景气对策讯号也可以做我们投资的一个参考的标的嘛。是的，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你要用股价来联动的话，如果你大家可以知道说，景气从过热来看的话，之后可能就会到一个绿灯或者是衰退来看的话，你在投资上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准备或者是因应了。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蓝灯或者是绿灯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少年股神。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蓝灯的应该算说谷底期这个地方的话，相对就是说可能未来又会听到一些少年股神的奇迹式的故事出现了。对对对，如果比如说在之前来看，开始从蓝灯开始能够反弹到绿灯来看的话，其实很多少年股神的事情，可能大家又可以听到了。航海王。好 ，OK， 我们再问一下，就是说，那这个景气灯号呢，都是你们政府公布的，那它是怎么样编制而成？我们可以被事先发现你们怎么编制，我们先找到就是说灯号会转变的讯号呢？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政府在编制的时候呢，它是用9个指标在做编制的。这边可以看到说有9项的指标，那其实这个9项的指标就大概涵盖了所谓普遍来看的一个景气，我们看到的数字，像是我们可以看到进出口值啦，或者是营业的状况，或者是货币供给的状况，这是代表资金哦。大家可能觉得说什么叫做货币供给或货币总数？大家可能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说，股市中有没有资金可以进来，或者说股价指数也是政府在参考的，然后工业指数啦，或者是制造业指数，或者说就业的状况，就是到底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工作可以做，或者说出口的状况，这是政府编制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哦。那政府就是把这9个指标来看呢，跟上个月的变动做一个相比哦，那看它是好不好，然后可以做灯号来表示。大家可以看到说，你不要觉得说现在景气就是在蓝灯是不好，但是大家可以去找到有变好的状况。那这个就是说，你从这边可以先找到比较好的行业，对，或者说你要从谷底开始。有些人常常告诉我说，我想从谷底就开始可以买股票，怎么去找到谷底开始翻身？你就可以从这边来看啦。就是有些要从蓝灯变成所谓的黄蓝灯，大家可以看到说是哪一个餐饮批发，就是它从最好开始要变好了，或者是说有一些机械、电信、电缆的一个设备，它也有在做变动。特别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餐饮的这边的变动是最明显的，从蓝灯变成黄蓝灯哦，所以大家可能可以从这边去寻找投资的一个机会。那难怪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股市在非电族群，尤其是像观光类股啊，还有一些那个跟那个电动车、电网相关的类股，好像用景气对策讯号这个地方也可以作为我们挑选那个类股的一个选股的方向。对，请问那个景气对策讯号跟那个 GDP 有关系吗？当然有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图表哦。那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也可以来看景气对策讯号呢？主要是说GDP 的变动或 GDP 的公布来看的话，是一季一次的，而且它可能会到下一季你才可以看到上一季的，所以你看到的数字可能都是上一季的数字，可能你会觉得说，那我怎么没有办法马上知道现在的状况？现在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说，像景气对策讯号，它就是每一个月都是公布的，那它是比
比较及时的跟 GDP 一季，就3个月我才能知道一次来看的话，你是不是每个月都能知道说现在景气状况是比较能够确定的呢？它波动的方向在过去来看，它其实就是同步的做一个波动。所以呢，如果说没关系，如果你觉得3个月看到一次的 GDP 的数字来看的话不够及时，你在台湾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景气对策讯号，因为呢它是每个月都有做公布，然后你看从过去的数据来看呢，它也是跟GDP 变动是一致的。哦，所以相对 GDP 来讲的话，景气对策讯号就是一个领先指标了。应该是说它可以每个月你都可以看得到。OK， 对，在领先指标，我们之后会来跟大家讲说，有些指标更清楚可以当领先指标来看，会比景气对策讯号更先领先的领先指标，就是大家更常看到的领先指标的数字，也是很简单，一看那个数字大家就可以了解。非常谢谢陈协理呢，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解释，尤其在景气对策讯号。如果说投资人这个地方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欢迎你在我们底下留言。那到了节目的尾声，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